欢迎收看基因的加密速解读，现在是台湾时间10月28号中午1点01分。每周1到5会陪伴大家聊聊重要时事，并一起规划盘势。大家好，我是酷哥。今日主题是小心骗涨多空关键，就是我昨天的对账单。依照上期影音的规划，依照我们上期影音是比较偏多方操作的。当时的逻辑是依照两种状况，一种是有回档，一种是没有回档嘛。那在昨日的时候是比较偏向后者。后者的做法就是没回档，那就等震荡形成，比较偏多方操作。好，那目前以太币的部分，整体我认为是比较偏弱的，但是比特币的强度还是比其他山寨币种还有以太币还要强一点。但还是有其他的比较小的币种是状况还不错的，等一下去跟大家讲一下。那目前以太币的部分是支撑在我们设定的这个多空分界嘛，当时有跟大家讲，它可能会来测这个位置，但是不一定要来测这个位置。那目前是有来测，那测的方式目前是打到有收上去啊，收的还不错嘛，一个5分 K 就直接吞回去了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说，第二只脚、第三只脚有没有办法把这边站稳？你们不用急着说现在就要去做操作，甚至如果它今天真的落下来，我有跟大家讲嘛，你在比较顶处的地方，你先去做一点空单。那如果你先包到这边，那如果今天它没有续强，它反而续弱，你就可以先包到这边。这个都是我影音提前讲的嘛，这个思考逻辑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先去运用的，然后就看这个向量趋势线是做主动突破还是被动突破。如果是被动突破的话，那可能还要震一下子。那如果是主动突破的话，我们就看它角度有没有形成，角度有形成的话就往多方去做运行，还蛮简单的，只是说大家要有点耐心，因为明明行情都突破，有一些人就会心急说我就想要去追多单，但是越到这种状况，你越要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，不然你很容易又赔到一笔大钱。好，我们看到比特币的部分有跟大家讲嘛，我们到了这个黄线之后，我们只要拉到比较长远的时序来看，来我们拉到4小时 K， 当时是做了一个什么下降趋势线的一个主动的突破嘛。那我当时有跟你讲，当这个下降趋势线划掉之后，会不会就只是在走这个黄线区间的一个震荡行情？我们就是在这两条黄线之间的震荡区间，通常在这样子的空间，你都是要以震荡盘去规划。很多投资人、很多交易者都是死在这种时候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前面已经有赚到了，你第一，你可能体验到赚钱的快感；第二，你可能赚到了大波段，你会觉得说钱放着就是会生钱。但是其实多数时间市场都不是这样子，多数时间市场都是在以震荡为主。那如果这么多时间都在震荡，那你是不是多数时间都要以震荡去规划？那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的多空操作这么的灵活，一点想法提供给大家。好，那当时我跟大家讲嘛，打到这个黄线之后，你可以尝试的去做空。当时这一个时间点有点尴尬啦，因为它空方形成的时间点又是在半夜早上。那我们空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红线嘛，红线我们才是一个设为多空分界的一个关键点。目前以太币是打到了，那比特币会不会打到？这很难说。因为我跟大家讲嘛，比特币比较强。那如果今天比特币都打到了，其他币种还有说这一次的所谓的一个山寨币行情，还是说整体币圈的行情，那我们是否就要再等等？这就是我们要去耐心等待的。那我们空方就先看到这个红线，再看到这个白线，再看到这个黄线，就是在做一个区间震荡而已。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说，不管是做空还是做多，你都不要一次想着一爆就爆到这个波段，而是你先去看说到了这个位置，你要怎么去做停利，然后停利之后，你看要不要去做第二次的进场，看是要做反转还是去做续弱的部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Solana整体走的，我觉得比以太币还好一点，但是我有跟大家讲，我的多空分界线是放在这一个位置，因为我觉得它的上下波动没有那么大。那目前的想法看起来是对的嘛？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观察说其他的币种，还是说主要的比特币、以太币去做单向的一个趋势的话，那谁可以走比较快，谁走比较强，这就可以去观察了。那目前Solana做空，我觉得是有点难。如果以做空来讲的话，比特币会比较好规划，以太币可能空间都被吃的差不多了。那Solana短线上面我就不会看。然后顺也是哦，它的整体走势的话比较弱一点，那形态也都没有走出来，我可能还会再等一下。好，那 ADA 一样嘛，就是在这边震，有跟大家讲，我们山寨期末端再来看，如果真的有行情的话。好，那Doge也是哦，没有什么行情，我可能也开始不太会去关注它了。那 Hype 的部
分大家应该有感觉到，就真的就是比较强，就是从我昨天我跟他讲嘛，他应该不会回撤到什么很深的位置，他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开始做震荡。那他只要这边的震荡区间形成，我们可能就可以尝试去往多方去做操作。那我们要看的第一个位置很简单嘛，就是红线的位置，所以可以去期待说，如果真的走出行情的话 ，Hype 有整体走势，那我可能会慢慢的把以太币的目光放到 Hype 跟Solana多方运行的话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讲解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重要资讯。如果你有想要看我规划的币种，记得下方留言，我会在下一次影音进行讲解。谢谢大家，大家拜拜。